交时间之际，有网络拖好，寂寞安生活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教记。这一期更新拖的时间呢，确实有点长了，马上就1个月了。原因呢有2点，一是确实没买到什么新鲜的物件来跟大家分享，而之前许下的《正义女神2》的评测呢，也因为忘记了补款，导致商家他不卖我了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为了等这一期要聊的这个物件的一个补件到货才能顺利进行。那么既然补件到了，最终组装完了，咱们也就来聊一聊这台和魔线出品的诸神之殇中的机体雷神。先来说说来源啊，是厂家送的，因为本身公司跟和魔线是有合作的，因此老板就从他们那里需求了一个，然后让我来做一下评测。整体的板件和刻线方面还是很工整的，零件呢也没有毛边或者变肉的现象，应该说开模这一块还是相当不错的。而且我拿到的呢，这个还是一个特点版，里边送了2套透明件和一个织物的披风。当然，透明件呢，我还是选用的官图中的橘黄色的这一版。在所有的板件中呢，部分透明件和部分零件还给了预喷涂处理，这一点呢，我一开始确实没想到。毕竟这台模型官方定价才不到200块钱，能有这样的待遇已经很不错了。从附加内容方面来看呢，是为我们标配了一个头灯，并且在电池方面也给予了配置，这点好评。已经是属于成品玩具的规格对待了。至于说附带的水贴嘛，我就犯懒，没有贴了。拼装的过程除了有一处缺件的意外发生，整体还是比较流畅的。手臂和腿部的内构部分有部分地方还是需要大力金刚指的。而我个人比较在意的一点呢，就是塑料所选用的材料比较软，而部分的关节呢又相对较紧，不知道会不会在多次把玩之后，连接桩的强度降低或者断掉。当然呢，这也就要看之后把玩的力度了。在拼装的连接桩设计方面呢，和魔线给出的方案虽然不是首创，但也还算新颖。很多地方呢都用到了地口的开孔设计，也就是我们需要对准其中一个方向才能把这个连接桩完全插入，然后再旋转，就可以做到很好的咬合，并且不容易松脱了。整体的机体拼装完成之后呢，我对这部机体的设计，除了脚部的线条我个人有一些不太喜欢以外，整体我还是觉得比较帅气的。高达的影子呢少了很多，但是 OG 的味道却多了一些。不过没办法啊，机甲设计这一块，不管是帅气还是丑，基本上都已经让日本人玩明白了。毕竟人家有接近60年的机甲设计经验，无数的各式各样的机甲被不断的设计出来。现在如果我们想做出完全跳脱日系机甲的这种机甲设计，我相信是不太容易的。但从雷神的整体来看，第一眼从观感来说，我觉得至少是成功的。这一台雷神的整备高度呢是27厘米，基本力压了大部分万代的 MG 模型。重量方面呢也比较压手，也确实啊，在打开盒盖取出所有板件的时候，我都已经知道这个家伙的重量肯定不低了。毕竟呢有20多块板件，而且单个零件的尺寸也都不算小。当然，这也就导致了拼装工作量这一块也着实让我喝了一壶。接下来呢就是可动性这一块。可动的设计，我觉得国模确实比万代做的要好，无论是成品还是拼装。只不过有些地方确实太紧了，把玩的时候呢会不爽。头部的左右和低头的幅度都比较常规，但是抬头幅度这一块，我个人给竖过大拇哥，因为我手上的机甲模型很少能有这样的抬头幅度，印象中也就只有 MG 的巴巴托斯了吧。胸部的前后和左右摆动幅度也都给出了相当可观的设计，尤其是前后弯腰这一块的可动幅度是很大的，并且呢背后也给出了这个防走光的挡板，只不过这个挡板的长度有点感人啊，这里还是穿帮了。我觉得既然给，还是给到位比较好吧。上身的两肩这里也给出了2处分割的引出机构，可以配合整体的手臂和肩胛的前后移动。虽然呢外甲有一些割裂，但是肩部的可动幅度却是提高了一些。手臂的可动这一块呢，肩胛上侧的这个装置是一个球形关节的连接，可以按 pose 和喜好进行转动，并且呢肩胛的整体也是给出了上抬的可动设计。手臂的平台大概能做到90度多一点点，前后的转动也基本属于正常设计，只不过关节方面确实是太紧了，我生怕多转一点就把肩膀头子的连接桩给拧断了。上臂的根关节处呢是给出了一个360度的平转关节，手肘的屈肘幅度虽然不到180，但也足够 pose 使用了。
并且手肘这里呢还给出了一部分联动机构的设计，只是这里的骨骼联动设计非常不错，但外甲的设计并没有过多的在这个联动的骨骼上做加法，这一点呢是有点可惜的。手部的可动呢比较正常，只是多给了一段内外的摆动关节，我个人是给出好评。腰部裙甲的设计呢，前裙甲这里是给出了一个双脚关节加球形关节的设计，因此可动方面呢是不需要过多担心的。同样，后裙甲也给出了类似的设计，这样腿部的可动干涉就小了很多。侧裙甲呢，则是采用了后段球形关节的连接设计，这种设计我很少见到万代用，反倒呢是国模很多厂家都在用类似的设计方案，我不太清楚为什么，但我个人感觉把玩的感受不太好。除了上述这些呢，后裙甲和侧裙甲还有一个整体的上下滑动的可动设计，以进一步减少对腿部的可动干涉。整体腿部的可动设计最可圈可点的就是屈膝这里了，膝盖和大腿之间的联动设计的非常不错，不多说，咱们看画面就能体会了。再有一个呢，就是脚踝装甲的这个设计，可以通过调整这两块装甲，达到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双脚接地的目的。这种设计呢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并且还是联动的。唯一的问题依旧是屈膝和脚踝的关节都太紧了。相对而言呢，脚部的设计就很常规了，可看的点也就是脚部下方有一个联动机构的设计了。背包可动方面呢，上方的两部官方称作的高聚能磁轨箭射炮，整体是给出了一段可动设计，并且单个炮管呢也是由球形关节连接的，可动自由度还是不错的。炮管本身呢还有一段拉伸机构可以展示其发射的样式，而2翼的等离子加农炮呢，则是可以将两侧的装置展开，并且配合单侧翼板的旋转，可以旋转至前方。整体背包的搭载则是需要将机体背部的这个盖板抬起，然后对准连接桩插入即可。最后呢就是武器只有一把雷神之锤，锤头部分呢给出了这样的联动展开设计，其他的就没有什么可说的机构了。至于说样子嘛，见仁见智吧。好了，最后总结，这款雷神呢是我认识核膜线的第一款产品，有优点也有缺点。但是想到现在不到2张的售价就能拥有一台27厘米高且重量相对压手的模型，性价比方面就是很高的了。拼装体验方面虽然跟万代相比还有一些差距，但是和某班和某高啥的已经能做到碾压的级别了。不过相对薄弱的自主 IP 确实让它的受众小了很多。好，那么本期的教技呢，我们就聊到这里。如果同好们觉得我的内容做得还不错呢，麻烦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，一键3连，给我一个大大的鼓励和继续制作下去的动力。那么感谢收看本期的教技集体评测，我是评测安迪，我们下期再见。